only skim through, so I circled out the dates that I'll skillfully waste. For now, that's gonna have to do. It was on the brightest summer day after we swam in the lake that you told me our luck is gonna end, so we better be concerned. We're where the subway turns. We need a camera and some cash to spend, and our picturesque blame. We'll put it in IKEA frames. Up on the wall it looks profound, and reminds us Oslo is a small, small town. Yeah. So it's night and we dive into a basement that's alive with stupidity that melts into pairs. But your good intent was clear when you split and left me here to regret I left my high horse upstairs. Hello， 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每周五晚的一期一忘了，我是遥望。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到今天一期一忘已经是第7期了，也是倒数第2期。感觉每周公布主题，然后看邮件，周五晚上打开直播和你们闲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习惯了每周交一篇小作文，然后周五晚上听我瞎叨叨呢？今天的主题呢是一城一味，其实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一个城市一种味道。比如北京烤鸭味，成都火锅味，重庆火锅味，武汉热干面味，首尔烤肉味，泰国冬阴功味，这些呢都是这几个城市在我心中的味道。我觉得在你们的心中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吧，因为每个人对于每个城市，我觉得都有自己眼中独一无二的味道，并且这个味道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你们的生活和工作。虽然呢，我旅行是去过一些城市，但是我最熟悉的还是成都，还有就是北京。我大学虽然是在武汉待了4年，但是因为当时自己比较宅，就连黄鹤楼都没有去过。武汉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热干面，还有小龙虾，到哪儿都是他们。来，我们回到成都和北京。就从最直观的说起吧，两个地方呢都有火锅，但是味道却是截然不同的。成都的叫火锅，锅底呢红油麻辣的，涮的是毛肚、锅肠、黄耳，蘸的呢是香油、蒜泥、小料。北京的叫涮羊肉，涮羊肉用的是烧炭的铜锅吧，然后锅底是清汤加上点姜片、蒜段，涮的是羊肉片，蘸的是麻酱、韭菜花啊，不是韭菜花，对，韭菜花应该是韭菜花吧，小料。我的四川北京话。成都火锅呢，吃的是锅底的麻辣和食材的口感，
北京涮肉呢，因为是清汤的，吃的是羊肉本身的味道。其实我对北京的涮肉不是很了解的，因为我自己是不太爱吃羊肉的，所以我还是偏爱成都的火锅一些。而且我吃成都的火锅必须要配上一瓶不能打广告，豆奶，不能说牌子，而且必须是玻璃瓶装的。小料呢，我喜欢香油配上蚝油。火锅我觉得它绝对是成都人最重要的一种美食。反正呢，我自己是隔几天不吃火锅就会觉得，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啊？但是我发现自己来北京后，吃辣的功力越来越不行了，有时候吃火锅都会觉得有点辣了。但是作为四川人，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呢，就是锅底一定不要鸳鸯锅，感觉吃点鸳鸯锅就有种很丢人的感觉呢。所以呢，我觉得火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而是成都人的生活了吧。我觉得它算是成都人的一种生活了。对我来说呢，火锅是一种家的味道。心情好的时候去吃一顿火锅，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火锅，连感冒好了都要吃一顿火锅庆祝一下。总之，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味道，也许在你心中也有着属于自己城市的味道。在上海的你觉得上海是什么味道呢？还有广州的你，长沙的你，等等等等，世界各地的你们心中自己城市是不是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我刚刚看了下手机，发现已经是5月19日了，还有1-2个月又要迎来我们的毕业季了。回想起来自己毕业，从成都到武汉，再从武汉又回成都，又从成都又来到北京。如果有即将毕业的孩子在听我们一期一忘的，也许你现在可能还在纠结着自己是不是应该换种口味生活了，是不是应该去别的城市看一看。然而呢，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我自己现在都不清楚到底哪儿好或者哪儿不好。换个城市就意味着你的城市里妈妈的味道会变成外卖的味道，但你的味蕾呢就会尝到一些你之前10几20年都没有接触过的新味道。而且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随着年纪的变化吧，我觉得城市的味道也在变化着。以前的朋友爱聚在一起，喝着啤酒吃火锅，半夜3、4点也照吃不误，可以在 KTV 唱完歌后就去马路上继续放肆地唱着歌，可以在自行车道骑车比赛，结果一群人累得半死，也可以坐在路边便利店，大家一起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发呆，然后聊着自己关于未来的梦想。现在想想感觉一群神经病吧。而你即将遇见的朋友呢，他们每天也许会打扮得一丝不苟，爱吃清淡的低脂餐，偶尔会拉着女妻去一家高档的餐厅狂吃一顿，来发泄对现状的不满。再次遇到以前的朋友，你也许会发现，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变了，变得和自己现在的朋友越来越像了。但是呢，你再去照照镜子，你会发现其实自己也慢慢长大了。后来也许你会发现，你觉得好像城市的味道变了，但其实这也许跟城市没有关系，就发现自己长大后就是有些味道就会变的。感觉自己在这儿瞎发散了一堆。来，我们回到吃。成都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小吃，老妈兔头、3大炮、蛋烘糕、钟水饺、凉粉、冰粉、棒棒鸡、甜水面。感觉自己在报菜名。说到这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就经常会在学校门口就买几个蛋烘糕吃，
而且我喜欢吃的味道是特别诡异的那种，什么麻辣牛肉加奶油馅儿，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又辣又甜的，听起来感觉有点像黑暗料理啊。我跟你们说，我们高中门口的蛋烘糕就是传说中成都蛋烘糕的鼻祖，超厉害。去成都的朋友可以尝一下。北京的小吃呢，大多都比较像点心一类的，比如什么驴打滚、豌豆黄、艾窝窝、芸豆卷。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小吃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会踩到地雷，比如什么豆汁，我现在想起来噩梦般的存在。刚来北京的时候，朋友骗我喝，他说这个特别好喝，你一定要尝一口。然后我就一不小心喝了一口，就觉得能喝下一碗的朋友，我就敬你们是条汉子。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这个味道的。但如果你来北京的话，就早上看见胡同里有小吃店，一定要去坐坐。就早上的时候呢，小吃店就会有很多老人家去吃豆汁，然后焦圈，他们喝豆汁都感觉非常享受。也许就和你拼桌的一位老人看你喝豆汁，他从你的表情和动作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地道的老北京，然后就会热情地教你应该怎么喝。然而我还是喝不下。遇到有的心情比较好的爷爷奶奶，然后就会主动给你讲过去北京的故事。他们呢都是一些普通的人，讲的故事也不是什么足以名留青史的伟绩，但是却特别有意思。你会从他们的故事中感受到那一代北京人的生活，我觉得了解一个城市文化底蕴和它的历史，最直接的就是和这个地方的老人家聊天。现在有个问题啊，在中国老人家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开始回答。我看一下你们弹幕。什么？北冰洋？有没有好好看我问题？怎么看有人刷北冰洋？东北养老院、成都、海南、东北吧，哈哈哈哈哈！蔡明，什么？你们都回答些什么？好，公布答案，当，答案就是广场。因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都在广场跳舞。在成都呢，你在公园或者河边的麻将馆还有茶铺，你就会看到很多悠闲的老人。成都的大爷大妈通常会去茶楼点上一杯茶，然后边上就放一个装满热水用来续杯的热水壶，然后4个牌友就一起搓麻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感觉很享受？说到四川的味道，我觉得茶和麻将的味道也应该算进去。然而由于我自己不会打麻将，就经常被身边的朋友吐槽说你是不是四川的，居然连麻将都不会打。我觉得呢，成都是一个特别适合享受生活的城市，遍地美食，气候宜人，生活自由自在的。对我而言，成都是家，我的童年和青春都在这个地方，我的性格、生活习惯、生活态度都被这方水土影响着。北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适合有理想的年轻人打拼的城市。就像我们这期来信，我看到一位叫宣九的同学说，他说北京它可以是烤鸭的香气，可以是豆汁儿的酸味儿，可以是驴打滚的甜味，但我觉得北京是没有味道的，因为它是个包容性很大的城市，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汇集于此，它需要让每个人适应在这里的生活。如果你是成都的，那它就可以是辣的；如果你是上海的，那它就可以是清淡的；如果你是印度的，那它就是咖喱味的。这就是北京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渐渐的，我也快不知道北京原本的味道了。对，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来为自己的未来
力的打拼。来，继续弹幕一波啊！我看看大家都是哪儿的人，你们是来自何方的小朋友们呢？东北、广州、江西、长沙、苏州、成都、福州、广西、哈尔滨、广州。有位朋友在问，有兰州的吗？扬州、上海、重庆，全国各地都有。但其实我看你们就每周给我写的来信，还有很多外文的来信，很多国家都有。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国际化。不知道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你们，大家你们的方言都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其实方言也可以代表一个地方独特的味道，特别是在南方啊，就隔着才几里远的地方，有可能方言就互相都听不懂在说什么了。刚刚呢，我说了几句蹩脚的北京话，我隔着屏幕仿佛听到你们嘲笑声。但四川话我是在行的，来给你们说了几个词，你们猜猜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资非飞儿，纸非飞儿，纸非飞儿，资非飞儿，你们知道什么意思？纸，对，就是小纸条的意思。还有一个啊，门墩儿，闷墩儿，闷墩儿，门墩儿，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吗？莫名想笑。胖胖，你们说是胖胖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就是胖子的意思，小胖胖。但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傻傻的，也会说他你个闷墩儿。还有一个切猫儿，切猫儿，切猫儿。我感觉我在教四川话。切猫儿，猫就那个猫，那个喵喵喵的猫，切猫儿，切猫儿。对，就青蛙的意思。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叫叮叮猫，叮叮猫，不是叮当猫哦，是叮叮猫，叮叮猫，叮叮门儿。我觉得成都话好像有很多儿化音，门儿，叮叮门儿，叮叮猫，叮叮猫儿，叮叮门儿。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感觉这个你们不知道哎。这就是在四川话里是蜻蜓的意思，叮叮猫，蜻蜓。有人在教小朋友说英语。A， 跟着我读 A B。Good， G-O-O-D， Good。妈妈的英文是什么？爸爸的英文是什么？还有最后一个，吃茫茫，来，快点来吃茫茫咯！吃茫茫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对，就吃饭的意思。看来这里面有很多四川的朋友，然后也给其他的朋友普及四川话，科普四川话，是不是好犀利啊？我觉得我好犀利啊。还有就是，对，是不是觉得四川话还蛮可爱的？还有东北话呀，我觉得东北话特别接地气，给人特别豪爽的感觉。你瞅啥？瞅你咋的？再瞅一次试试，试试就试试。瞅啥？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湖南长沙话，就那种塑料普通话，就那种怎么说来着？我需要别人给我起个调我才知道。塑料普通话，一起吃饭不咯？好的咯。吃饭不咯？的咯，对，很喜欢加的咯。哇，一看居然都8点20了，好，时间太快了。来，我们赶紧进入下一个环节，遥望的解忧杂货铺。不过我觉得这个环节不应该叫这个名字，
因为每期看到大家的来信都是在和我分享一些开心的温暖的事情，就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图片啥的，就连鬼故事那期你们发来的都是海绵宝宝那样搞笑的鬼故事，真的是特别佩服你们。这一期一城一味还激起了很多从没写过小作文同学的兴致，而且发现了粉丝中有很多吃货呀，注意这里说的是吃货，不是饭桶，特别多的吃货给我各种推荐各地美食的。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特别认真，都拿那个小笔记做下记录，就下次去哪个城市我要吃什么。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分享一篇来自于网鱼的来信。他说道，人们常说南方人温婉，北方人直爽，家乡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性格。我老家在河南郑州，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历史古都，河南有着不同于时尚的北上广深的古典文化，有着不同于其他省的悠闲气质。从出生就生活在这里的我，从没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好，除了偶尔肆虐的雾霾和难度 max 的高考之外，这里的一切我都喜欢。直到第一次见识地域黑，河南可以算得上是地域黑的优秀代表了吧，因为极个别河南人的行为导致所有河南人都被冠上爱偷井盖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是我无法理解的。以往的我对于这种行为通常是忽略无视，觉得只要自己认为好就好，多余的解释和辩解实在都是无用的。结果去年在留学的时候，当学校里一个关系不错的中国留学生听说同行的2个人都是河南人的时候，居然说出一句，那咱们别去吃饭了，一起去把学校的井盖偷了吧。我就再也抑制不住这股子怒气了。我明白当时他是开个玩笑，我明白辩解可能有些小题大做，但当下的我在异国他乡，听到对自己家乡的侮辱，还是没能控制住，大声的据理力争起来。我记得当时从河南历史说到文化名人，从文物文献说到刻板印象，一股脑把所有对地域黑的不满发泄出来。我知道自己微弱的力量可能很没用，也知道这种以偏概全的地域黑还是会持续很久，但作为一个河南人，还是很想大声地说出，去你的地域黑，河南人都是好样的。一城一味，河南的城市大概是榴莲味，不喜欢它的人只闻气味就说它臭名昭著，而喜欢它的人却能透过它坚硬的外壳看到它柔软甜腻的本质吧。读完这封信呢，我就首先感觉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城市，就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开个玩笑，但真的自己很喜欢他的时候，就会想不顾一切的说他的，要给大家证明他究竟有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还有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没有了解一个人或者是一座城市之前呢，就不要因为一些刻板固有的印象而带着偏见去接触它。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底蕴和历史，有自己的文化，我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去了解它，去接触它，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会发现，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好像有很多很好玩、很新奇，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当然了，现在还是有时候会有朋友开玩笑，就觉得好像四川人顿顿都吃火锅，山东人都会开挖掘机，所有内蒙人都是套马杆的汉子，觉得还是蛮幼稚的啦。好了，下面还有一篇来自于17岁的马来西亚华裔 CSY 袁的邮件。我都说了吧，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节目。他说他是一个即将高考的学生党，会中文、英文、马来西亚文、广东话和福建话。哦，真的好犀利呀！他在信里呢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住在马来西亚吉打州的小乡镇，
其名为多杰，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甚至是住在吉打州的人都不知道。吉打州也被称为稻米之乡，我住的地方到处都是稻田，我家两边是稻田，学校旁也是稻田。小时候常常在收割后泥土干了就下田玩，还有去稻田收干草，然后拿去玩火。我记得有次为了不让爸爸发现我下田玩耍，我的朋友把干草堆得高高的，我躲在后面。有次和朋友比赛骑自行车，两个人都差点进了田，哈哈哈哈。还有就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前面的杂货铺买零食、扭蛋。在我生活的地方，日出日落我时常都可以看见，左手日出，右手日落。傍晚可以在外散散步，吹吹风，晚上还可以在外边看一看星座，猎户座、南方十字座、天蝎座。虽然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正确的星座嘛，但是却很喜欢这种依靠着朋友吹着凉风一起看星星的时光。我生活的地方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只是一个生活安逸宁静的小乡镇。这也许是造成了我喜欢安静环境的原因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国外长大的原因，这位同学的有些句子可能会有些不通顺，但是通过他简单的词语呢，我能想象出这个叫做多杰的小镇的样子。就一片金黄色的，放眼望去都是稻田，太阳日出日落，洒着橙色的光，也许橙色和蓝色的天有粉红色的感觉。然后沿着河边散散步，吹吹风，我觉得都是一种享受。虽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和个性，但现在高楼大厦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样子。城市化呢，虽然带给我们很多便捷和更优越的生活吧，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城市会把它原本的底蕴所掩盖住，就不深入到市民生活，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但我觉得在乡村的小镇就不一样了，那里有最原始的自然风光，最淳朴的人情。所以我一般去一个地方旅行，我就会比较向往的是他们的小镇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的，就喜欢在他们的小镇里，在巷子里随便走一走，有可能就会看到很多自己之前没想到的东西，就觉得好像你遇见了别人的生活，看到的别人现在可能只是简单的在门口晒晒太阳，上班下班上学放学的，都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都是和自己生活不一样的，有着他们属于他这个地方的文化。这时候就觉得哇，旅行的意义就是去感受不同的人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演员也是这样的，就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的生活体验，不同人不同职业他们到底一天做什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就我们在自己短短的一生可以体会到别人很多人一辈子体会不到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特别幸运。时间过得真的好快，现在已经是8点29分，又到了最后打广告的时间啦。6月3日上海见面会，我和杨彦明在上海商城剧院等你们哦。对了，还有别忘了明天晚上厨男的诱惑。一期一忘呢，在下周还有最后一期了，真的还挺不舍的。下期节目呢，我们没有主题，就是和你们聊聊天。这意味着什么呢？没错，这周你们可以休息1周了，没有小作文了。但是我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啦，你们可以把这个邮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树洞，可以聊聊任何你们想说的话。好了，今天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Calendar looked just like the novels we had only skimmed through. So I circled out the dates that I'll skillfully waste. For now, that's gonna have to do. It was on the brightest summer day after we swam in the lake that you told me our luck is gonna end. So we better be concerned. We're where the subway turns. We need a camera and some cash to spend and our picturesque blame. We'll put it in IKEA frames. Up on the wall it looks profound and reminds us Oslo is a small, small town. Yeah. That's alive with stupidity that melts into pairs. But your good intent was clear when you split and left me here to regret I left my high horse upstairs. And with the way I say goodbye, ruined everything. But I'll be seeing you around, because Oslo is a small, small town. Myself calm, just for the sake of staying warm. So with my eyes fixed on the ground, I admitted Oslo is a small, small town. Yeah.好像有点早，最后补一句晚安，这是彩蛋哦，拜拜。